迪士尼的主题乐园业务向来是公司的现金奶牛，为公司从传统媒体向流媒体转型提供资金支持。新冠疫情之后，主题乐园的收入大幅增长，但由于今年迪士尼调整美国的乐园票价，暑期游客出现减少，可能拖累全年该业务业绩。另外，虽然市场持续担忧通膨和利率上升，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 VIX 仍出现下跌。在过往数据上的经验，这个华尔街所谓的恐慌指标今年受到抑制，呈现神秘萎缩模式，对股市来说是一个看涨讯号。最后，我们观察到基金经理持有的原油净多头头寸飙升至2022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法国兴业银行警告，极度超买后的获利了结可能对其构成威胁。那这表示油价已经到近期高点的讯号了吗？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财经老师说，带您用宏观经济解读世界金融市场。如果您也有不动产买卖相关问题，以及股市投资经验的看法分享，都欢迎留言或私讯我们。另外，我会不定期在社群贴文分享近期不错的房产物件和值得注意的类股以及投资个股。如果您也喜欢这样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通知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9月19日周二，迪士尼表示，该公司计划在未来10年内将其乐园和度假村部门的投资增加近1倍，达到600亿美元。迪士尼是全球最大的主题公园运营商。迪士尼周二表示，它拥有超过1000英亩的土地可以开发，并表示过去几年通过投资与其电影和角色相关的游乐设施以及邮轮和其他景点而获得的利润增加。迪士尼还计划推出更多邮轮，并在新加坡建立新的母港。迪士尼表示，过去2年来，游客在主题公园的支出创纪录增长，与新冠疫情之前相比，以折扣价出售的门票数量大幅减少。然而，市场对此消息反应消极，迪士尼股价盘中跌幅超 3%。在新冠疫情结束后，迪士尼的乐园、体验和产品业务重新成为该公司的现金奶牛业务，并在流媒体业务持续亏损之际，为公司转型提供资金支持。在截至今年7月1日的第3财季，迪士尼的乐园、体验和产品业务营收同比增长 13% 至 83.3 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的 82.5 亿美元。其中，迪士尼乐园和体验在北美的营收同比增长 4% 至 56.5 亿美元，经营利润同比下降 13% 至 14.4 亿美元。迪士尼乐园和体验在国际的营收，在上海和香港2个乐园的带动下，同比大增 94%。不过，据媒体7月报道，今年夏天迪士尼主题公园比往常更加空旷。行业分析师和旅游顾问表示，这部分的归咎于迪士尼提高了门票价格。迪士尼高管表示，他们预计今年美国主题乐园业务的收入将下降。迪士尼的竞争对手康卡斯特公司也一直在投资其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业务，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和内华达州规划较小的主题公园，并在奥兰多建设一个巨大的新度假村。随着消费者在流媒体服务上观看更多节目，而不是在传统电视和电影院上观看节目和影片，迪士尼一直在努力应对电视和电影业务的巨大变化。迪士尼管理层曾表示，该公司可能会出售 ABC 等传统电视频道，并正在寻找 ESPN 的战略合作伙伴。市场预计迪士尼加大对乐园业务的投资，也是为了实现公司向流媒体业务的转型。虽然市场持续担忧通膨和利率上升，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仍出现下跌。DataTrack Research 认为，这个华尔街所谓的恐慌指标今年受到抑制，呈现神秘萎缩模式，对股市来说是一个看涨讯号。DataTrack 联合创始人克拉斯表示，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说，偏低的 VIX 是美股处于牛市的一个迹象，而不是对未来明显的挑战过度妄想。不过，我们仍然相信未来几周将继续波动。根据 FactSet 数据， VIX 近年来已下跌超过 35%， 周已收于14，远低于20左右的长期平均水平。VIX 是与标普500相关的期权合约，截至周一，标普500在2023年上涨 16%。克拉斯的报告显示，上周 VIX 指数创下疫情后新低，上周四收于13点以下，这对该指数来说是十分罕见的。
而且对未来3个月的股市来说是一个正面的讯号，即使这也代表近期波动仍将持续。克拉斯说，乍看之下没什么意义， VIX 应该是华尔街的恐慌指数，而且看来现在有很多东西值得恐惧。他列举了几个令人担忧的领域，包括围绕通膨的不确定性、近期油价的上涨，以及 Fed 将会维持高利率多久。他表示，最近美国国债殖利率的攀升也给股市带来压力，10年期国债殖利率看来将创下10多年新高，10年期美债殖利率周一收于 4.318%。FactSet 数据显示，这大约是2007年底的水平。美股投资人也一直在关注美债殖利率曲线倒挂，或者短期殖利率何时升至长期利率之上，因为从历史上看，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经济衰退之前。与此同时，克拉斯表示，9月和10月向来以股市波动的季节性高峰而闻名。美股继8月下跌后，9月至今一直暴跌。FactSet 数据显示，标普500上月下跌 1.8%，9月至周一收盘下跌 1.2%。然而，他乐观地表示，超低的波动率指数告诉我们，这些担忧都不足以抵消美国企业获利基本面强劲的前景，以及 Fed 基本上已经完成升息的信念。无论历史上殖利率曲线倒挂预示着什么，股市都排除了未来1-2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在美国西德克萨斯中，原油突破90美元关口后，投机者正在迅速追逐涨势，但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周一警告说， WTI 原油近期可能会出现回调。周一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原油期货收于每桶 91.48 美元，上涨71美分，即 0.8%， 为11月7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较3月17日创下的2023年收盘价最低点 66.74 美元上涨逾 37%。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50美分，涨幅 0.5%， 收于每桶 94.43 美元，较2023年低点上涨超过 31%。 以全球商品研究主管 Benjamin Hoff 为首的法国兴业银行分析师估计，在 WTI 原油和布伦特原油分别获得27亿美元和21亿美元看涨资金押注的推动下，截至9月12日的一周内，能源综合体出现了4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看涨押注被定义为多头建仓加上空头回补，或者多头建仓超过空头建仓。基金经理目前持有的 WTI 原油净多头头寸为2022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布伦特原油净多头头寸为今年3月以来最大。与此同时，分析师写道，法国兴业银行的1年期超买或超卖的模型显示， WTI 原油仍然极度超买，这意味着原油期货极易受到获利了结的影响。法国兴业银行表示，虽然布伦特原油期货的走势相同，但尚未触及超买区域，这是因为相对于市场未平仓合约总量而言，货币市场的布伦特原油多头仓位规模较小。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目前的原油的涨势凌厉，但因为乖离过大，难免有短期拉回的风险，投资人应谨慎小心，避免过度追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里。你也喜欢用宏观经济看全球投资的机会吗？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帮我点赞以及订阅分享， YouTube 的大数据就会再推荐类似的影片给你哦。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